国内媒体近日披露，美国要求台当局防务部门预防医学研究所投资建设新型P4实验室，秘密建立研发病毒能力，开发生物战剂。文件显示，民进党当局曾开会讨论。尽管台当局防务部门、蔡英文办公室纷纷对此表示否认，但消息一经曝光，就在岛内引发强烈关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去年6月与今年1月，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2度主持代号为南海工作会议的秘密会议。其中，去年6月23号的会议记录显示，台防务部门代表说，依据美国要求，台湾方面规划新建P4实验室，美方将派人协助审查规划案。会议主席告诉在场官员 ，P4实验室和发展无人机是美国的要求。于是，在今年1月的秘密会议上，台防务部门表示，美方的指示违反有关国际公约，台湾不宜研发生物武器，要是执行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侦检、防护和治疗任务，台湾绝不发展、制造、储存、取得用于军事用途的微生物制剂、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对人类、动物或植物造成伤害的武器，它具有隐蔽性强、传播性广、杀伤性高等特点，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美国为了保持自身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和霸权地位，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2战时期。当时，美国陆军开始在其境内多个场所秘密开发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和达戈威实验基地。2战后，德堡生物实验室获取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数据。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曾使用橙剂等生物武器，给当地民众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尽管美国1972年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89年还通过了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规定任何美国人拥有、交易或者储备可以用作武器的生物材料都是非法的。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秘密生物武器研发，反而不断在境内外扩建生物实验室。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是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今年4月，俄罗斯方面发布调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50多个生物实验室，且一直在开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规定的生物武器。在乌克兰那边就有。那么，美国指导成立乌克兰当中的生化实验室，当时乌克兰否认啊，当时美国也当中都是说完全都否认。可是事后证明，真的就是有这个实验室在那里嘛。而且这当俄罗斯的军队要进攻当中，美国当中最早测的就是包括这些实验室里面的很多的美国方面的研究专家。所以我们拉回来看，在美国现在的指导思路里头，台湾如果生物实验室，它是一个奇怪的吗？不合逻辑的吗？完全符合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经验。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认为，美国为围堵中国大陆，将台湾作为一颗棋子，近年来不断施压台湾推进生物战剂研发，居心非常险恶。台湾为什么是做生物战剂研发很好的地方？因为台湾的人来自全中国各地，所以我们的 DNA 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全中国人口的 DNA。它一旦在这里做了，天哪！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记得那个迪特那个Fort Detrick 嘛，Fort Detrick 就是他的 P4泄露了嘛，他已经有了很久的新的肺病，什么电子烟病了，所以你放在台湾就是对台湾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台湾联合新闻网指出，台湾在生物战剂方面拥有许多技术平台可以操作，但若实验室管制不当，病毒外泄，北台湾桃园首先受害。文章称，若民进党当局在美国施压下秘密推动建立研发生物战剂能力，这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民进党当局盲目亲美，毁弃了为政者该有的良知。兵役也延长了，他什么都照做，兵力的编制啦，对，然后训练的方式啦，全部都听美国指挥，简直难以想象啊！那如果这个P4真的跟军事有关啊，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生物战剂里面所产生的吓阻作用，确实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它会产生一种冤冤相报的结果。那这个台湾有地雷，到处布地雷已经够可怕了啊！然后现在的话呢，要搞到什么生物战啊、细菌战啊，甚至病毒战啊，那这些情况一出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宁可信其有啊，
不可信其无。需要指出的是，不论致命微生物泄漏、非法跨境转移炭疽杆菌等生物毒剂，还是实验室周边时常出现不明原因疫情，美国种种置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于不顾、脱离任何建设性监管的霸凌行径，将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安全局势产生恶劣影响。生物武器虽然说被全世界人类所唾弃，但是美国人自己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觉得说保留生物武器的能力，对于美国啊，它的这种比如说未来在大国竞争也好，在这个战争中也好，它是一种选项，是一种这个可能的选择。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中平。宋先生你好。那么台媒近期披露台当局行政机构秘密会议的记录，显示美国要求台湾方面新建 P4实验室，研发病毒、开发生物战剂。那对此您有怎样的观察呢？我相信台媒的这个讲法是有潜在的可能，也就是消息的准确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作为民进党当局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做到的是挟洋自重。也就是美国如果不支持的话，台湾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要搞这些事情的话是搞不起来的，他必须要依靠美国，美国说什么台湾当局必须要这么去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美国的利益，美国是把中国作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既然如此的话，千方百计打压中国大陆，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如何来打压中国大陆呢？靠的是台湾，靠两岸之间不断的争执，两岸之间不断的纷争，这个更加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最好呢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会让美国能够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够通过 P4实验室来发展基于中国人基因的生物武器，这个更加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同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美国和台湾当局在这些问题上是沆瀣一气，而且台湾当局是在出卖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甚至是希望配合美国来实现对中国大陆发展的扼杀，这本身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一种背叛。所以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要深刻明白一点，两岸是一家，既然同属一家的话，不应该背叛祖宗的事情。这个事情做的话，只可能是背信弃义，让两岸之间没有和平。那么在您看来，美国若真的有意让台当局来研发生化武器，那么它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一贯都在这么去做呀。你像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韩国等这些国家都在搞类似于这样的生物实验室，原因是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搞生物实验室，尤其是有针对性的生物实验室。这个呢是在美国各个州的法律是严令禁止，所以只能是退而求其次，选择在对手国家周边来搞生物实验室。毕竟对手国家包括相关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法律法规呢并没有相关的限制，所以可以在台湾地区来搞P4实验室，这个是说得过去。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搞生物实验室是要有针对性，这个针对性也恰恰体现出生物的多样性。毕竟你像人和人之间的基因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对某一种传染病的耐药性也是不一样，那么需要针对一个民族、一个人种的基因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够了解某种传染疾病有更强的致命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如何把这些病毒传播出去，这个很关键。你不能拿北美的某一种生物来作为载体传播病毒到印太的地区，到欧洲的地区，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是美国人干的。所以需要研制和研究的是什么？就是所在对手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物多样性，这里面究竟是蚂蚁了、苍蝇了，还是其他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东西，甚至是针对农作物也可以采取一些生物试剂来导致让它能够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俄罗斯周边来搞生物性多样性的调查，同时也会在中国周边搞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以此作为载体来散布美国的生物病毒。这个恰恰是符合美国生物战的实际需求以及惯用的渠道。那美国在生物武器问题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从德特里克堡到在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此次又爆出了涉台新动向。那么您对于美方在生化武器问题上的做法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我们知道，美国尽管签署了，但是它一直不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也就是美国的各个实验室，包括德克里克堡实验室，究竟有没有生物武器，美国是对外是三缄其口，不允许核查。而且美国之前总是说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研制生物武器，但是没有核查机制的话，一切都是自说自话。不仅如此，你看美国总统拜登前2天说他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批化学武器的销毁。美国从1997年就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多年才销毁，这完完全全不符合当时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10到15年。所以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失去了信誉。最典型的呢，就是最近你像美国现在向乌克兰要提供集束弹药，集束弹药的提供就是违反了集束弹药公约。但是美国之前在去年指责俄罗斯使用了集束弹药，说俄罗斯使用集束弹药犯下了战争罪行。但是才事隔1年半，美国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难道忘记了提供集束弹药的话将会触及战争罪行吗？这就是美国的本质。美国的本质就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就是美国规则，美国规则就是美国的霸权。美国并不在乎其他国家怎么说，他只想把自己的霸权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之上，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践踏。所以美国的底色就是如此。指望美国改弦更张，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只有你比他更强大，美国才会认识到你是他所信服的人，也才愿意和你去和平共处。在目前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实力。美国所信奉的只有实力。好的，非常感谢。